哪里的楼花贵，我们就去哪里买新的现房。是的，我又双弱卓下手了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购买的一个投资房的情况，以及分享一下我在买这个房子背后的考量和战术。这是我一直在用的一个觉得很不错的一个投资战术，我觉得是很难亏钱的。先说结论呢，结论就是买便宜的房子。你可能会问我，这不是废话吗？确实是要买便宜的房子，它不是一句废话。这个便宜指的是跟自己的同区域类似户型、类似大小相比，尺均价更便宜的房子。在当趟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尺均价差不多1100块钱左右的新房，这个就已经算是很便宜的房子了，因为它跟周围比很便宜。同理，如果我们看见在密西萨嘎卖1000块钱的新房，那么这个价格可能在现房里也算是比较贵的了。我们要买自己跟自己比便宜的房子。具体怎么样才能找到这样所谓的便宜的房子呢？如果我们要买楼花，那么直接横向的楼花跟楼花之间比，买 GTA 范围内尺均价最便宜的房子就可以了。这边呢，先来恭喜一下买到了 Boulevard 的楼花的朋友们，这基本上是整个 GTA 范围内最后一个尺均价在1000块钱以内的condo楼盘了，大家赶上了末班车。如果在未来出现了性价比比较好的其他的楼花项目，也符合我觉得便宜的标准，我也会推荐给大家的。如果是买现房，这个是我们这一期讲到的重点呢。如果是买现房，具体应该怎么找便宜的房子呢？我们要去看哪里的楼花卖的贵，我们就去哪里买便宜的新的现房。这点很重要啊，我再说一遍，哪里的楼花贵，我们就去哪里买新的现房。今天呢，带大家看几个具体的例子。大家如果看这个视频和这个视频，就可以看到我之前买的2个投资屋的具体的情况。现在的市场当趟的新楼花基本上开盘之后都卖在1500到1700这么一个价格一尺。我们找到这样的项目周围去看他们的现房大概卖多少钱呢？去年年末我在181 Dundas Street East 这个楼里面买了一个一室的投资房。具体的情况呢，看这个视频。51万买了一个445尺的小房子，51万除以445，尺均价呢差不多是1146块钱。在我去年出了那一期视频之后呢，就有多组客户选择了买和我非常类似的房子，甚至有的客户点名就要买和我一模一样的房子。我去年买那个房子的时候，旁边的楼花卖多少钱呢？这边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参照物，446尺，差不多卖在62万7990。大家要注意，楼花的标价呢，通常指的是最低楼层的价格，每多一层差不多会上涨1000到2000块钱。我买的这个 unit 呢，算是比较高层的，30多层。那么我在这个价格上加2万块钱的楼层费，算是比较合理，也是比较保守的估算方法了。那么这个项目446尺的房子价格就来到了64万7990，除以446呢，就得到了1453块钱一尺。我买的那个房子呢，还是有 locker 的，保守一些我就不对 locker 进行价格调整了。我们可以发现，我当时买的房子跟旁边的楼花比，已经有了一个300块钱左右的价差。我只需要在4-5年之后，当旁边的楼花建好之后，卖到这个楼花今天的价格，就已经可以使我的本金翻倍了。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我选择了买那一个投资房。181 Dundas Street East 旁边新的楼花现在卖多少钱呢？最近呢，正好出了一个新盘叫 Prime， 它443尺的房子卖在了65万4990上。同样的情况，我也加2万的楼层费，价格呢来到了67万4990，除以443呢，得到了1523块钱一尺。这个价格呢也是有明显上涨的。也要恭喜一下和我买到了181 Dundas Street East 类似房子的朋友们，相信大家也赚了一笔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181 Dundas 这个楼里面现在的一室卖多少钱。这边呢出了一个40多层的房子，卖在了57万3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呢确实是有明显上涨的。按照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现房这么一个战术，
可以说是首战告捷。好，我现在来讲一下年初买的另外一套投资物业，望 Metropolitan Center 的一个 condo townhouse， 差不多走路8分钟可以来到望 Metropolitan Center 的地铁站，位置也是不错的。具体的信息呢，欢迎大家参见这边的视频。这个80万出头的 condo townhouse 呢，有1250尺。如果我们把车位和 locker 的价格去掉，差不多呢只有600块钱一尺。同一时间，旁边在卖的楼花项目卖多少钱呢？旁边有一个项目叫 Grand Festival， 这边我给大家拿了一个叫 Soul 的户型，差不多700尺的房子卖在了74万多，约合1046块钱一尺。如果加上车位呢，比我买的 condo townhouse 是要稍微贵一点点的。你完全可以说 townhouse 的尺均价跟 condo 是没有办法比的，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。所以呢，我找了另外一个可以参照的二手房比较新的现房的交易记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样一个带车位的房子差不多卖在62万8，如果我们减掉5万8千块钱左右的车位和 locker 的价格，得到了57万。我们再用57万呢除以650尺，差不多可以得到这个房子的尺均价是877块钱左右。这个呢跟1046比也是有巨大价差的，而且这个房子也是非常新的2020年的房子。我相信如果你买了这个两室，等到旁边的 Grand Festival 建好了，也是能有比较好的增值潜力的。哪里楼花贵，我们去哪里买现房，可以说这仗打的也是不错的。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我买的这个 condo townhouse 和 Soul 这个户型的租金，我觉得 Soul 这个户型加上车位差不多按现在的情况可以租2400，而我买的这个 condo townhouse 里面住了一家5口人，夫妻2个人带2个孩子，还有一个外婆，租金可以租到2800块钱。这多的400块钱的租金的差距呢，基本上可以还得起10万块钱对等的贷款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买了另一套投资物业，不知道上一次小伙伴们有没有猜到这个物业的位置在哪里？答案呢是120 Parliament Street。 这个房子也是2020年的新房，差不多是63万。房屋的面积呢是套内620尺，阳台呢差不多100多尺。我们保守的只算套内的面积，差不多是1016块钱一尺。旁边有没有在卖的楼花呢？当然有，它的对门就是一个叫 Home on Power 的楼花，开发商呢是知名开发商 Great Golf。 这边呢价格差不多卖到了1250到1300一尺。最重要的呢是，如果我们看到左下方，这边赫然写着这个房子的入住时间是2021年7月份，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入住了。房子呢也建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去现场看过。即使这个房子推迟到2021年13月入住，那么跟1年多以前交接的120 Parliament 比，他们在房龄上讲差距也是不大的。这么一比，我相信120 Parliament 这个房子本身的升值潜力也是不错的。以上呢就是过去8个月我在房地产市场中进行的操作。我的思路呢是很明确的，就是想办法去挑便宜的房子。便宜的房子怎么挑呢？就是看哪里的楼花贵，去哪里买现房。现阶段呢，大部分楼花的质量真的是不太行的，价格太贵了，已经脱离了投资的范畴。我觉得跟开发商买地在18、19、20这3年买地买贵了也是有关系的。毕竟这个期间借贷成本是比较低的，不光是我们借的银行利息低，开发商借钱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。他们买地买贵了之后呢，新的房子确实卖到一定的价格，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收益率。楼花的价格这么高，买了以后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隐患的情况下，第一层的人呢选择不看，他们看到了朋友圈的宣传，就去买了这些价格比较贵的楼花，我觉得风险是比较大的。第二层的人呢，看到了危险的危，他们认识到了这些楼花确实卖得太贵了，决定绕着这些楼花走。这个操作呢肯定是正确的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第三层的人。第三层的人呢，看到了楼花价格特别高，发现了机遇。正是由于这些价格比较贵的楼花的存在，才让市场上产生了价差。而正是由于这些价差，楼花和新的现房的价差，让我们拿到了一些合理的套利空间。毕竟这些楼花即使再贵，使用一些销售手段总是可以卖掉的。尤其是还有一些刚需买家，他们也许受制于外国买家税或者是贷款能力的限制，不得不去买楼花。
我们按照今天的战术，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新的现房，瞬间就可以拿到一个价格比较高的参照物。除了这一点以外呢，我们还找到了一些买在了高点的买家，他们呢可以成为我们在市场中的兜底玩家。如果市场往下走，比较贵的房子跌的比例也是更大概率会超过那些比较便宜的房子的。以上呢，我总结了一下近期我自己买的故事。如果你还在寻找你想要的那个投资房地产中的价值洼地，不妨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最后 update 一下几周之前视频的有奖问答，视频下方 Bella Y 同学最快回答出了正确答案。我之后呢也跟他取得了联系，礼物很快就寄出，他也收到了。恭喜这位小伙伴，以后有机会还会做这样的有奖竞答，敬请期待。手快有，手慢无哦。感谢您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。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